如果你星期五有睇住個市，道指一開波曾經高開最多升咗446點，點知去到尾市竟然倒跌119點收場。標普500指數同埋納指都經歷咗一個極度戲劇性嘅單日大逆轉，最後齊齊收跌。科技七雄更加係跌入咗技術性調整區。究竟市場發生咗咩事？點解大戶突然瘋狂掟貨？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被戰火同通脹雙重夾擊嘅瘋狂市場。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講翻正題，我哋先嚟睇下宏觀大背景。驅動呢兩日美股大地震嘅核心，毫無疑問就係中東局勢嘅極度升溫。星期五傳出咗一個震撼彈，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平台發布影片，宣布美軍已經對伊朗石油出口樞紐哈爾克島進行咗中東歷來最猛烈嘅空襲，摧毀咗島上所有軍事目標。大家要知道，哈爾克島唔係一個普通嘅小島，佢處理緊伊朗高達90%嘅石油出口，裝載能力大約係每日700萬桶。雖然特朗普強調今次只係打軍事目標，暫時放過咗石油基礎設施，但佢同時警告，如果伊朗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下一步就會將油田夷為平地。呢個消息一出，國際油價即刻直線抽升，布蘭特期油星期五收市倒升2.67%，報103.14美元，連續第二日企穩喺100美元之上。呢個係2022年8月以嚟從未見過嘅高位。你可能會問，油價升對美股有幾大鑊？老實講，真係好大鑊。星期五公布嘅美國多項經濟數據，正正就反映緊市場最恐懼嘅停滯性通脹劇本。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嘅數據，舊年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被大幅向下修訂到0.7%，但係同一時間，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指標，即係1月份核心個人消費開支平減指數 Core PCE， 按年升幅依然高達3.1%，按月更加係升咗0.4%，高過預期。經濟增長放緩，但係通脹就死灰復燃。高盛甚至已經出咗報告，將聯儲局恢復減息嘅時間由原本預期嘅6月直接押後到9月。面對通脹同高息嘅大石頭，美股嘅高估值自然撐唔住啦。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要深入剖析一下市場裡面出現嘅幾個極度危險嘅異常現象。第一個異常現象就係失靈嘅戰略石油儲備同埋期權市場嘅恐慌。為咗壓制油價，美國同國際能源署其實已經祭出咗史無前例嘅大絕招，釋放咗極大量嘅戰略儲油，搞到美國嘅石油儲備跌到去1980年代以嚟嘅最低水位，得返大約4.15億桶。但係結果呢，油價依然企喺8元大關之上。你睇返原油期貨嘅期權市場，華爾街啲交易員寧願俾極高嘅日價，都要瘋狂買入 call option 嚟對沖油價失控嘅風險。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霍爾木茲海峽每日高達2000萬桶嘅運輸量，依家只係剩返160萬桶左右，正常運力得返8%，儲備油根本塞唔滿呢個巨大嘅缺口。第二個異常現象係美股大盤同金融板塊之間嘅極限背馳。而家標普500指數雖然連跌3星期，但距離歷史高位其實只係回落咗大約5%。但如果你睇真啲，金融板塊已經率先由高位崩盤超過10%，呢種背馳係過去30幾年從來未見過嘅。點解春江水暖鴨先知嘅金融股會跌得咁慘？答案藏喺高達2萬億美元嘅私募信貸市場裏面。根據最新情報，摩根大通已經開始下調部分私募信貸集團貸款投資組合嘅估值，因為呢啲貸款嘅抵押品好多都係傳統企業軟件公司，而呢啲公司正正面臨 AI 技術嘅顛覆，估值大縮水。當估值縮水，投資者恐慌贖回，黑石同埋摩根士丹利等巨頭已經被逼觸發限制提款機制，呢個就係典型嘅流動性幻覺。一旦影子銀行爆雷，金融股自然首當其衝。講開能源危機，大家千祈唔好以為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影響嘅只係你入油嘅油錢。摩根士丹利最新嘅報告揭示咗一個隱藏嘅殺機，就係非石油供應鏈嘅全面斷裂。波斯灣其實掌握住全球糧食同半導體嘅命脈。首先係糧食危機，全球1/3嘅尿素肥料要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依家正值春耕時節，化肥價格已經急升。美國海灣嘅尿素現貨價直線抽高 ，CF Industries 呢啲化肥巨頭股價已經暴漲。通脹絕對唔止係能源，仲會蔓延去你張餐堂度。其次係 AI 半導體嘅死穴，大家可能唔知卡塔爾生產咗全球3%至4%嘅氮氣，呢種氣體係製造半導體同 AI 晶片絕對不可或缺嘅材料，而且好難揾到替代品。依家卡塔爾最大嘅工廠因為局勢停工，加上提煉數據中心必備金屬所需嘅硫酸，全球一半產能都喺波斯灣。即係話呢場仗如果再打落去，全球 AI 基礎設施建設隨時會因為缺料而被迫煞停，呢個先至係科技股背後最深層嘅隱憂。最後我哋將視角拉闊，
喺避險情緒同埋聯儲局推遲減息嘅預期下，美元指數已經強勢重上100大關，最高見過100.5。強美元對非美貨幣造成咗毀滅性嘅打擊。最值得留意嘅係日元，美元對日元已經跌穿159.7，創下2024年7月以嚟嘅低位，逼近日本財務省必須出手干預嘅生死線。高油價加弱日元，日本面臨極大嘅輸入性通脹壓力。如果日本被迫拋售美債嚟救匯市，美國10年期債息就會進一步抽升，對全球股市又係另一個沉重打擊。總結今日嘅分析，美股目前處於一個被油價綁架、通脹反噬同埋流動性隱憂三重夾擊嘅極端市況之中，市場對聯儲局降息嘅樂觀預期已經徹底破滅。作為聰明嘅投資者，我哋絕對不能夠被短期嘅新聞牽住鼻子走，亦唔好急於去估底。你必須要認清能源危機背後隱藏住糧食同 AI 供應鏈嘅斷裂風險，同埋私募信貸市場嘅潛在爆雷。保持耐性，揸穩現金，擁抱有實體定價權嘅防禦板塊，等待 VIX 真正恐慌極值出現，先至係長線贏家嘅生存之道。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